经过我们这几期视频对于 self-forcing 这个模型的一个讲解呢，大家对它应该是印象深刻啊。不管是从1.3B 它整体的效果以及速度和资源的占用上，还是到14B 整体的表现上，我觉得呢大家应该都是非常满意的。那很多人都在想它的 VCE 模型那表现会怎么样呢？那今天呢我们就来看一下它 VCE 模型的一个表现。那我们简单先跟大家说一下，这个模型呢应该说是非常的内秀啊，就是你乍一看好像不怎么样，但是呢你越用你会觉得它有着非常丰富的内涵，表现的效果呢也非常的棒。大家可以看到我现在给大家展示的这些例子，那我们可以利用这个模型呢非常轻松的来替换掉背景，甚至呢来做非常棒的这种动画的效果。你会发现啊这个动作非常的丝滑，对吧？好，那下边呢我们具体来看这个模型。大家现在看到呢是 self-forcing VCE 这个模型在抱抱脸上的一个页面，当然我们只能说它是其中的一种实现。那你看一下这个名字同样是改名之后的，它现在的名字呢叫 Light X2V。那我现在给大家展示的呢主要是量化模型我们可以看一下它的模型列表。那在这个模型列表里边呢，我们可以看到它有原版的就是 FP16 的这个量化版的模型，然后呢还有我们说的 Q8 的 Q6 的。所以说大家加载这个模型的话，一定要用JDUF 的加载节点，普通的 Unet 的加载节点可能是加载不出来的。那大家下载这个模型的话呢，我建议大家还是下载这个 Q8 的，因为它的大小呢大概是 18.7 个 G， 你可以认为它是一种等价的 FP8 的模型。那我们用起来可以从速度和质量上呢得到一个比较好的平衡。好，下边呢我们就看一下它的具体的用法。那我在 Running Hub 上呢给大家构建了对应的工作流，大家可以通过 Running Hub.ai 来访问这个平台。在这个平台上呢可以搜一下有趣的80后程序员，那我回头会将今天的工作流全部呢发布到这个平台上，大家可以直接去使用啊。好，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模型的第一印象，第一个工作流。这个工作流呢是一个标准的 VCE 的这个首尾针的工作流我们简单的过一遍。大家看一下，我现在加载这个模型用的这个节点呢是 Unet Loader， 但是呢是一个 JDUF 的，这个你用哪个节点都行关键它得是一个 JDUF 的加载器。加载完之后呢，我们建议大家把这个 Touch Compile 呢先给它禁掉，因为呢这个编译的时间还是有点长的编码器和我们的 VE 这个和普通的万模型是一致的。这儿呢我开启了 Sage Attention， 大家看一下，其实这是一个原生的工作流因为用 K 神的那个节点我们其实是通过外挂的一种形式来实现的 VCE， 而我现在呢本身是一个整体的模型所以说呢用原生的工作流可能表现的会更好一些。下边呢是一些基本的配置，包括我们的分辨率以及我们的针的长度。那我这儿用的呢是81帧，这儿有一个参考图，是一个美女跳舞的这样一个场景，然后呢我把它进行了一个 resize， 也就是进行了一次缩放，大小呢其实主要是和我们这个分辨率保持对齐。然后我们做了一个首尾针的一个编码大家看一下，我们把首针就是这张图片给它连过来，然后设定了总的帧数，别的呢我都没有用。然后我们会生成一个图片和一个遮罩，这个我们之前很多次都见过这个结果了，这儿我就不跑了。然后呢我们进到我们的提示词的部分，提示词呢我仅仅就是用了一个美女正在跳舞，非常简单的一个提示词，然后用到我们这个非常重要的节点叫 Once to Video。 这个里边的话呢其实主要是将我们刚才生成的这些内容给它进行一次编码。大家注意，这是我们的正向条件，然后反向条件，我们的 VE 这个 Control Video 就是我们刚才生成的这个部分，然后我们的 Mask 我们生成的这个部分全部给它连过来。大家注意，我这儿并没有用参考图。然后呢是宽高和我们的针长度，完了之后呢我们会生成对应的正向条件、反向条件和我们的浅空间，以及呢需要截断的这个针的长度。完了之后进行采样，由于这是一个加速模型，所以说呢 Shift 的值设的是 8.0， 然后我进行了10步采样， CFJ 呢是 1.0， 然后采样器用的是 LCM， 然后经过截断和解码，我们就得到了一个最终的结果。
那我们单纯来看这个效果的话呢，并没有什么特殊的啊，但是呢，你会发现这个模型它除了对人物的动作进行了一些设定，因为我的这个提示词就是美女在跳舞嘛，但是呢，它对光影也做了一些变化。所以说呢，我就猜想啊，这个模型呢，它对整体的这种构图啊、光影啊，都有非常好的控制能力。所以说呢，我就沿着这个思路继续往下去试啊，结果呢，我发现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事情，大家看一下，先看效果，这个美女在跳舞，这个背景非常的漂亮，对吧？这样一个室内空间里边。然后整体的效果呢也是非常棒的。那由于分辨率的问题呢，面部不是特别清楚，但是呢也不像我们说的那个 Master Model 或者是我们用的14B 的那个 Laura 啊，会出现面部扭曲的这种情况，它仅仅是不清楚。所以说在放大的时候，这种呢是可以修复的。那我们看一下，在这个里边，我主要教给大家的是一个技巧，这个技巧叫什么？叫换背景。怎么换呢？很简单啊，大家看一下怎么换掉的。大家看一下提示词没有变化，美女正在跳舞。那我改了哪儿了呢？你注意是改了这儿了。我把它的强度改成了 0.75， 那也就是我们这个手帧啊，以及我们最终生成的这种遮罩，那它对整体视频的引导呢，我们并没有拉满啊，我们只用了3/4，因为我们一般是把这儿设成1。那一旦我设成 0.75， 也就是留给了模型一些想象的空间，那我就想看一下它会把这些想象能力用在哪儿。那大家会发现啊，就是人物的状态其实没有太大的变化，包括衣服啊、发型啊，包括面部啊，都没有太大的变化。重点是将背景给换掉了。所以说这个发现就非常的有意思啊。那我们用这种思路呢，可以继续往下尝试。大家看一下我们下边这个尝试。这个里边的话呢，我们同样设的是 0.75 啊，但是我把提示词稍改了一下，我改成了中国美女正在跳舞。因为呢，我们会发现它在生成的时候，这个面部啊，如果你不写的时候，它会有一些西方人的这个影子。所以说为了防止这样的情况呢，我就把这个提示词呢加了一个中国美女啊，所以说整个的效果呢就更偏向东方人。你看一下这个效果也是非常棒的，对吧？再看这个，那这个我做了什么改进呢？我加了参考图。那大家注意这个地方，我把这个图呢进行 resize 之后，然后同时把它去背啊，进行白色作为这个周围的填充，生成了一个叫 char image 的一个变量。然后呢，我把这个 char image 给它连到了 reference image。大家注意啊，一般的情况下，我们用了这个参考图之后呢，人物的一致性会变得更强，大家能有一个明显的感觉。你注意啊，这个人物呢，它就会更像我们参考图片上的这个人物。所以说呢，我觉得用 reference image 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它比较好的地方是什么呢？就是像我们有些模型，一旦你用了 reference image 之后啊，这个动作呢，它的幅度就没有那么大了，就是运动会受影响。但是你会发现这个模型表现起来就没有那样的问题。好，下边呢我们再来做一个尝试啊，别的都不变。现在呢，我就把提示词写得更丰富一些。大家看一下，我写的是一个中国美女正在敦煌莫高窟前面跳舞，背后是一个巨大的佛像。大家看一下啊，这个效果非常的漂亮，特别的棒啊。好，做到这儿呢，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啊，就是这个做出来好像都有点闪。大家注意啊，前面这个好像都会有闪烁的效果，尤其是一开始。大家发现了吗？看这个啊，对吧？也有这个依然有。所以说呢，这个闪烁是怎么出现的？原因是因为背景呢被大量的重绘掉了，所以说呢它会有一个从白色背景到我们最终背景的一个变化啊，这个持续时间大概是5帧。大家可以采用一种帧截断的手法把这个闪烁给它去掉。那怎么去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工作流啊。在这个工作流里边的话呢，我的提示词啊什么都没有变化。注意我加了这样一个节点叫 simple math， 我把这个 trait latent 啊，把这个值给它加了5，然后放到这儿来。那其实呢，我不管它原来截断多少啊，其实我多截断了5帧，这样的话呢就可以把这个什么呀，就是重绘的那个过程给它去掉了。虽然呢这个时候也有一些闪烁啊，但是总体的效果呢是不受什么影响的，对吧？这就是我们说的一个简单的处理手法。当然呢，你可以多截掉一点，这样的话呢可能更稳定一些。这就是换背景的一个基本的技法。下面呢我们再来看一下它第二个惊人的能力，就是插帧的能力。先看效果。
这个一开始呢就是刚才我们给大家看到的那个图片，然后呢结束帧我放了一个他读杂志的这样一张图片，然后你会发现这个引导呢是非常棒的，杂志从天外飞过来落在他手里，然后呢他开始读这个杂志，大家能看到吧，非常的棒啊。而且呢你要注意，我这儿呢并没有用提示词，我啥也没用，它就直接可以把这个效果非常棒的表现出来。这个效果呢其实呢是远超我们其他的这个 VACE 模型的。那我们下边就来看这个工作流，这个工作流唯一不同的地方是什么？大家注意啊，首帧没有变，结束帧变成了这样一个状态，看一下他正在看一个杂志。那在生成首尾帧的时候呢，我们是既有首帧也有尾帧，而原来那个是只有首帧，对吧？然后我们采样的时候大家注意，我把 reference image 给它去了啊，那最终得到的效果就是这个样子，非常的漂亮。那很多人都会有一个疑问啊，那就这个工作流的难点可能并不在这个工作流本身上啊，而在哪儿呢？而在这儿，就是这张图是咋生成的啊？这个有各种各样的方法啊，我教你一个最简单的，你可以用这个 Flux Context 直接来生成啊。我们来看一下怎么去做。那我们先看一下读杂志的这张图片是怎么生成的啊。我这儿上传了原始的这个图片，然后呢我经过了 Flux Context 这样的一个节点啊，当然这是一个付费的是吧，然后我这儿写的是 Make this woman read a fashion magazine， 就是说他在读一个时尚杂志，它就变成这个样子。那类似的我还生成了一张，他正在喝这个可口可乐，大家看一下这个效果也是非常棒的。所以说呢你可以按你的需求来生成不同的这个图片，可以保证角色的一致性。那我们再回到我们刚才的这个工作流，你现在去看，是不是就觉得比较简单了？这也就是我们为什么说这个模型越用你会发现它的能力呢越强啊，这是一个非常内秀的模型。那最后呢我们再来看一下首尾帧的另一个用法，就是我把读杂志的这个换成了首帧，然后把喝可乐的这个换成了尾帧，然后提示词依然没有，依然是空的啊。然后呢我们来看一下生成的这个效果，非常的漂亮，非常的顺滑。他把这个什么书放下了，然后书后边有一个可乐瓶子是吧，他拿起来开始喝。所以说呢你会发现这种插帧的能力也是非常强的啊，不会让你觉得非常的突兀，甚至这个天上飞下来一本杂志我觉得也是可以接受的。那还等什么？赶紧自己试一下吧。关注我，做一个懂爱的人。